早熟发生其实很多时候是原因不明的，我们叫特发性性早熟。什么是性早熟？一般女孩子的家长会比较容易发现因为胸部有一些变化，我们通常在洗澡或者是平时日常生活的接触当中会发现，女孩子正常的青春期启动的年龄应该是9到10岁，但确实现在整体可能跟我们的生活条件的提高然后社会的一个开化会有关系呢。发育的年龄普遍是会要提前一些，但是最早那也应该是不早于7岁半。那男孩子的话，如果说9岁之前就发现有一些外阴的变化、睾丸的增大，那也是需要注意有没有早熟的一些迹象的。孩子个子长太快，也可能是性早熟。因为一般早熟发生的时候，可能随之伴有一个身高的增长。如果说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孩子的个子一下好像在蹿个了，长得快了，这个也是需要去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发育的一些表现。性早熟有哪些不好的影响？这可能跟我们的观念可能一谈到性，大家都会比较敏感、比较紧张。再一个，可能有一些媒体的宣传，性早熟确实可能会对于孩子的一个是身高会有影响另外，如果说月经初潮早对成年以后的，比如说像卵巢早衰这种成年之后的一些问题，会有一些关联。再一个的话，孩子心理这一块，小朋友如果说发育跟同龄孩子不同步，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到过的性早熟背后有没有其他疾病的影响。所以对于性早熟这一块，通常医生会分3步走。首先是要明确它的性质到底是真性的、假性的是可以继续去观察监测的，还是说我们紧急是需要去干预处理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就是家长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看待，包括小朋友对于自己身体的变化的一些看法。这一点对于及时发现有没有一些早熟的迹象是很重要。性早熟分真性、假性。是的，性早熟我们分真性和假性。也有一些家长会问那我的孩子是不是就是一个假性的？那这里的假性的话，其实有2种情况。一种假性是真的是假性，像女孩子可能就是表面的一个乳房发育，但实际上它并没有骨龄超前或者生长加速。包括有一部分孩子，我们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去看一看她的子宫卵巢的彩超的一个情况，内部也并没有一些发育的迹象。那这种假性的性早熟也叫单纯性的乳房早发育，那是属于一个真正的一个假性的熟的一个表现。还有一部分的假性性早熟，其实也是我们医生会特别紧张，会要注意去排查的。它往往是背后有其他的一些病因，那在表面上会有一些发育的表现，但实际上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功能减退，或者一些肾上腺的疾病，包括卵巢的一些问题，由于背后的一些疾病导致的表面发育的一个表现，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发育启动，而是一些疾病影响。那这种假性性早熟其实处理起来有一些可能相对还会要麻烦一点。我的孩子为什么会性早熟？这也是经常家长会问到的是不是因为我给他吃了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比如说开小夜灯这种生活上面有没有说哪些地方没有注意影响的早熟。很多时候我们是会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跟家长去解释的。早熟的发生其实很多时候是原因不明的，我们叫特发性性早熟。这个特发性其实就是指我们找不到原因的。但是女孩子的话，她会有一个容易发生早熟的危险因素，就是肥胖，不是说吃哪一种食物比如说家长会问是不是鸡翅不能吃或者什么东西不能吃，并没有说单一哪种食物的摄入过多会影响到这个早熟的一个发生，而是如果说胖了就是体重过重，确实是女孩子早熟发生的一个风险因素。所以在饮食上面我们还是讲求一个营养均衡性，保持体重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对男生的话，肥胖对于发育的影响可能是个相反的，那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男孩子的发育会延迟一些性早熟的孩子有时候会被医生建议打针，这个针是什么针呢？主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性早熟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他发育的时间跟同龄孩子比他是超前了的。那什么样的孩子需要打针呢？一个是他的进展速度很快，再一个我们就是会通过骨龄来预测他的这个身高，成年身高如果说是有受损，我们可能会建议要积极的干预，就是控制他这个过早过快的一个发育。打针的话，就家长通常会说是打抑制针那这个抑制针的话，其实它是以促进键激素的一个类似物，它其实是个激动剂，但是打到人体内的话，它会起到一个抑制过早过快的这个发育的一个作用。所以就是对于发育过早，然后进展速度快，可能会影响到身高，或者有些孩子可能对心理有影响的，包括月经初潮早于10岁之前就出现的这一部分孩子，我们会建议要打针。我在网上看到有些医生会跟家长说，
你们家孩子可以打针也可以不打针，你们来自己做决定吧。那这个时候家长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他应该怎么考虑和做选择呢？要考虑哪些方面呢？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打针的目的，通俗一点讲，是为了让性发育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年龄段，正常的一个速度，或者是就是女孩子的话，就是把月经尽量让她到一个合适的年龄出现。也有一些家长可能打针的目的是为了身高的问题啊，那这个可能就是需要跟医生要充分沟通，我的治疗的目的到底说是想让她的这个发育速度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还是说我想要帮她多争取一些身高生长的空间。但是对于我们打这个抑制针，如果是8岁以前的孩子开始进行这个药物治疗的，可能对于身高是会有一些会益的。但是如果是8岁之后开始治疗的这一部分孩子，打这个针对于身高的帮助可能作用是并不确切的，所以可能医生有的时候也会说，我把这个 A 方案 B 方案都会告诉给家长啊，那由家长来选择。那可能我们家长需要了解到的就是我治疗的一个目的。家长提到打针，尤其是激素类的药物，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担心。家长可能会问说，这个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有没有什么风险呀？和药物都可能会存在有一些风险副作用啊。那这个抑制针的话，通常可能出现的一些副作用不良反应，比如说注射局部的一些红肿硬结，但是这个都是属于轻微的，是可以自行消退的。但是少数也有这种无菌性脓肿，可能就需要考虑要换剂型啊。如果说还是有的话，那可能就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些治疗方案了。还有一部分的话，有文献研究会发现说，可能对于肥胖，包括女孩子的这个多囊卵巢，可能会有一些关联，但是也有一些研究会认为，这个关联性不大。所以总的来讲，目前这个药物在临床上面用了几十年啊，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但是有一些风险，这个可能是需要在治疗过程当中定期的去监测、去评估的。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评论和订阅哦！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